真不愧是国家一级演员，出场不到10分钟，秒杀一众主演，撑起整部剧。游本昌一个眼神回眸，就让一部烂片起死回生。2009年，76岁的尤老爷子客串出演爱情电影《李献计历险记》，扮演老年李献计。当他耗费毕生心血发明时光机，穿越回女友出车祸的前一秒，弥补一生遗憾时，积压几十年的复杂情绪全部揉进了深情凝望当中，真正做到了传说中的一眼万年。不少观众都感叹，尤老爷子就凭一个眼神，硬是把他们按在座位上看完了这部烂片，让人不得不服。其实早在20多年前的济公中，尤本昌就已经贡献出如出一辙的神级表演。当李修缘烧掉自己被霸占的房子时，望向燃起熊熊烈火的陈氏之家，脸上浮现出又哭又笑、半悲半喜的复杂神色，两边脸上的情绪截然不同，泾渭分明，却又浑然一体，毫不违和。他哭家破人亡，世俗烦扰；他笑世事难料，一切成空。人性与佛性的挣扎融合，在尤本昌的演绎下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出家无家，一烧白了。小时候光顾着关注济公爷爷惩恶扬善，疯疯癫癫，直到长大才发现，一身破烂衣衫的尤本昌演技如此出神入化。不止如此，尤本昌的台词功底更是极富韵味。诸法因缘生，因缘尽则灭，江湖上的恩怨情仇，等你长大了自会定夺。在参与漫改武侠剧《少年歌行》拍摄时，尤本昌饰演主角吴昕的师傅忘忧大师，不仅造型1:1还原动漫，而且显得更加慈眉善目，历经沧桑。当他的声音响起，真的给人一种普度众生的感觉。短短一句话，铿锵有力，自带宿命感和佛家禅音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导演放弃了这段原声，沿用动漫配音。尤本昌老爷子还在线改剧本，稍稍改了几个字，就让编剧心服口服。海水寺只是你一个暂时栖息的地方，只是你一时，暂时，一时一时可以一时期。还有路该怎么走，尤老师也有自己的看法。前面的路不是剩下的路，前面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下去了。一字之差，却有明显的意境之别。暂时是主动，一时是被迫。剩下的路显得前路暗淡，前面的路却表示未来可期。因为尤本昌自己既是演员，也是佛家之人，所以深谙以意导心，以文化人，对于角色的心理把握和语言的教化作用非常准确严谨。但就是这样宝藏级的老戏骨，却一度长时间消失在荧幕上。直到最近爆火的《繁花》一剧，让无数观众再为尤老爷子而感动，以90岁的高龄再次获奖。直到看见尤本昌老爷子年轻时的这张照片，我才瞬间明白，为什么在《繁花》中他看向胡歌的眼神会如此复杂，甚至在拍完之后久久无法出戏，现场失声落泪。因为90岁的尤本昌分明在胡歌身上看到了40多年前的自己，一样的神采奕奕，一样的意气风发。《繁花》作为王家卫首次执导的电视剧，可谓是众星云集，用心良苦，热度和收视率一骑绝尘。胡歌帅气归来，风采不减，辛芷蕾在剧中的老板娘造型更是极为吸睛。然而一众主演谁都无法盖住时年90岁的尤本昌。尤本昌老爷子又是以不多的戏份惊艳了所有人。他饰演一位深藏于市
井之中的高人爷叔，在他的教导点拨下，一事无成，流里流气的街头阿宝摇身一变成了威震上海滩、扬名金融界的宝总。看到这一幕，游本昌不禁神情复杂，眼泛泪花，眼神转而坚定，内心的波涛汹涌和压抑后的平静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因为这完全不是演的，而是游本昌真实的心理反应。王家卫之所以选他出演这个角色，就是看中游本昌老上海的出身经历，又因出演济公一生坎坷，本就是一位历经沧桑的演艺圈高人。侬这个不是投机倒把呀？当然不是了。侬对现在形势了解伐？对现在的政策研究过伐？他拍宣布就要发财了，想不要想？在片场的游本昌没有任何倚老卖老的老资格做派，和年轻人一样熬夜工作，就算没有自己的戏份，也会在片场陪着胡歌对戏，给一众小辈传授经验。但是在没有他的镜头的时候，他还坚持为我搭戏，而且如果导演没有过，他还会鼓励我说没关系，我不累。如果导演喊过了，他会给我比大拇指说你演得好。而开头那张照片是1984年游本昌登上春晚表演哑剧《林玉》时所拍，之后才获得了出演济公的机会。那一年的游本昌已经52岁，却是第一次当主演。之前摸爬滚打跑了30年龙套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即便凭着济公获得全国观众的认可，游本昌也没挣钱。我都不好意思说100块钱，120，最后觉得演的实在是精彩，加了30。演完济公后，他更是成了活济公。同样是曾经受大众喜爱的荧幕形象，六小龄童被人指责唾弃，而游本昌却受到盛赞，德艺双馨。一句佛本无相，让阅人无数。饱经世故的郭德纲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不像啊，哪有济公胖成这样的呀？是吧？我说呀，菩萨是无相的，放开了眼。虽然演艺生涯并不顺利，这么多年只有济公一角广为人知，但游本昌从未捆绑角色营销自己，反而经常鼓励现在的演员去挑战尝试，赋予经典角色新的形象。你把济公演好了，提供了另外一个形象了，这对观众来说是最受益的。受益的是观众，因为观众希望能够有不同风格、不同流派的济公嘛，让人不得不感叹，这才是老一辈艺术家的格局与风骨。万万没想到，济公拍摄期间竟然连续遇到3件怪事，也让游本昌老师决定在76岁高龄时再度出家，成了真正的活佛济公。不是说迷信啊，但在拍摄的确有一些就是自然界的一些奇特的现象会出现，你就会觉得济公可能在冥冥之中也在看着这部戏。1985年，剧组拍摄《玉佛缘》这场戏时，剧本设定济公要和黑风道人来一番斗法。由于缺少特效团队，导演组借来当地最大的一台鼓风机，想要制造狂风大作、山雨欲来的背景，烘托气氛。不料开足马力，山上的树木也是纹丝不动。刚打算放弃，就这么凑合拍的时候，只见游本昌一登上山头，狂风骤起。我坐在那个山头上的时候，突然狂风大作，这狂风没有雨，只是狂风。不仅如此，更神奇的是，这场大风不停地刮了2-3个小时，却滴雨未下，使得这场戏顺利地迅速拍完，简直像为拍摄需要量身而吹。那天下午连续2-3个小时，也没有雨，也没有太阳，但是就让我们拍完了。但更离奇的还在后面。银双鱼这一集中，济公需要为百姓求雨，可彼时正值深秋，气象台预测未来1周都没有明显降雨。如果使用洒水机人工降雨，效果比较差。众人开玩笑，让游本昌去附近寺庙拜一拜，来个真正的求雨。游本昌还真就去了，结果第2天开拍后不久，天降大雨，几十位工作人员面面相觑，这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。游本昌只是呵呵一笑，将一切调侃为心诚则灵。6点钟开始，万里无云，蓝天一片，可是气象预报周围几个城市都是阴有小雨，气象台预报也是阴有小雨，可是老天爷就给我们一个大晴天呐！与之相对应的是另一场和群演互动的戏，导演从各地剧团邀请来200多位专业演员，精心准备完成一次大场面。没想到人员刚到齐就位，天气预报就显示第2天要下雨，而且是一大片区域的阴雨天气，恐怕时间短不了。这可急坏了导演，这么多人拖着开不了工，要损失不少经费。没想到第2天一大早，竟然晴空万里，周围城市都在下雨，偏偏剧组所在的地方天气良好，连群众演员都不禁
感叹，到底是济公的剧组。游本昌扮演的济公还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都知道游本昌凭借这个形象火遍全国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12集的济公他只拍了3集，因为在事业和爱人之间，游本昌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。当妻子杨慧华被查出胃癌晚期，游本昌抛下一切守护在妻子身旁，这导致他正处于上升期的演艺事业一落千丈。但在他的悉心照料和真情陪伴下，妻子的病情竟然奇迹般的稳定下来，不再复发。也正是在这一年，孑然一身的游本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大光明寺剃度出家，法名定畅。其实早在6岁时，游本昌就已经拜过上海法藏寺的星慈法师为师，兜兜转转经历红尘后，再度回归空门，充满了现实版济公的宿命感。